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女性必看，层次低的女人通常有这些特征，你中招了吗？别让层次束缚你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生活中，我时常想，一个人的层次是高是低，但层次究竟是什么？大家好像都说不清楚，感觉就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。其实，层次对一个人来说，就是精神层面的互相理解。说到女人的层次，就是指女人在人格和精神方面的表现。如果一个女人的层次比较低，那她的人格往往不够独立，不求上进，甚至会自甘堕落。这样的女人在生活中往往会有这几种表现：一、人格不独立，总想着依赖男人。人格不独立的女人其实挺可悲的，她们总觉得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，结婚后就一心想着依靠男人。你一定要明白，一旦你有了依赖心理，觉得自己是男人的附属，那你的人格就不再独立了。我们经常说女人经济要独立，但比经济独立更重要的是人格独立。经济不独立的话，只要自己发奋努力挣钱，就能实现经济独立。但人格不独立的话，就算你有很多钱，骨子里也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在婚姻中也会处于被动地位。二、只知道讨好别人，失去了自己的兴趣爱好。一个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生活才会更加充实和丰富，也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减轻心理压力，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。有些女人把结婚当成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，结婚后就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。你得知道，人生在世，首先要取悦的是自己，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当你内心感到快乐时，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。三、没有原则和底线。最好的爱，向来都是两个人相互尊重，彼此珍惜。一个没有原则和底线的女人，就像是没有了自己的尊严，而尊严正是人活在世上最宝贵的。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渣男，尽管心里清楚，原谅他并不能带来什么改变，但还是会一次次地原谅，一次次地降低自己的底线。这样的挽回不了幸福的生活，只会让你越来越将就，让渣男一再犯错。这样就是失去了自我。一个没有自我的人，别人又怎会尊重你呢？四、不爱学习，不重视打扮自己。爱学习的女人懂得内外兼修，她们总能让自己焕然一新，因为她们深知不断学习是让女人永葆魅力的秘诀。而爱打扮，则是对自我的一种认同和欣赏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因为爱学习，所以她们能把自己打扮得得体美丽，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身体状态，都会越来越好。五、太爱面子。在社交场合，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虚拟网络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人，特别是女性，对自己的形象格外在意，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来追求面子。这或许与自尊心、社会关系的重要性
以及对外界评价的敏感有关。但层次越低的女人，可能越缺乏更高层次的自我认知，因此更容易为了表面的光鲜而努力。她们可能过分在意他人的眼光，通过一些外在的手段来维护形象，无论是穿着打扮，还是言行举止。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毕竟每个人的价值观、生活经历都不同，追求面子并不一定就是负面的。有时，这也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，对自己的一种肯定。6. 欲念很深。说起欲念，我们通常会想到对物质、情感、社交等方面的强烈渴求。其实，有些人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或对生活的不满，可能会产生过强的欲望。你可能会发现，他们更容易被物质迷惑，试图用更多物质填补内心的空虚。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更高层次的需求没得到满足，所以只能在欲望的驱使下追求短暂的快乐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忽略社会环境、个人经历对欲望的影响。欲望有时也是对某种缺失的弥补，而这种缺失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社会、文化等多种因素都可能有影响。7. 很容易发脾气。发脾气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，有时也是希望被理解、被重视的手段。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人层次较低，他可能更容易因为对处境的不满、对生活的困扰而情绪波动大。遇到问题时，他可能更容易用极端情绪引起你的注意。这可能与他缺乏更有效的沟通技巧、情绪管理能力有关。但你要明白，发脾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，反而可能导致更多矛盾和误解。所以，教育心理健康的培养非常重要。只有更好地了解自己，学会理性思考和表达，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。最后，我们要明白，这并不是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，而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观察与总结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行为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。因此，在探讨这个问题时，我们要客观、理性，努力理解背后的原因，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更有建设性的思路。你听过心理学上的适度定律吗？在人际交往里得有个分寸，一旦过了头，事情就容易走向反面，最后往往是费力不讨好。想想看，你要是愿意和别人分享些有价值的想法，或是有些能提升生活质量的经验，这样既能帮到别人，自己心里也高兴。反过来，要是你没个分寸，只是想显摆自己有多能耐，或者靠外物来刷存在感，那可就成了炫耀了。作家一书有句话讲得好，真正有见识的人从不炫耀，他不会告诉你他读过什么书，去过哪些地方，有多少衣服，买过什么珠宝，因为他心里没自卑。那些爱炫耀的女人，心里往往很贫瘠，也很自卑，思想上也不够成熟，所以才处处想出风头，时时爱张扬，让人觉得很聒噪，很肤浅。而真正层次高的女人，内心会更富足，更充实，她们更看重自己的积累和低调，
不需要向外界证明自己，而是更关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。所有层次越低的女人越爱炫耀这两样东西，希望你可千万别这样。8. 炫耀自己很有钱。记得作家毛姆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讲，你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，是你的炫耀欲，你要对付的是时刻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。如果你总是依赖名牌包包、大牌衣服或其他物品来显示自己的财富，那你就会认为钱多钱少就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，其他的多半不会考虑。一旦你的思维被这样的观念所影响，那你很可能成了一个爱慕虚荣的人，因为内心的自卑让你只能向外寻求存在感。但你炫耀的越多，失去的也越多，只会让自己陷入物质的欲望中无法自拔。一旦无法满足过高的消费欲望，整个人就会失控，人生也会变得一团糟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你把有钱没钱当作自我追求的价值，那你吸引的也会是同样虚荣的人。彼此互相攀比之下，更容易变得利欲熏心，做出超越人生底线的蠢事。老子曾说，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，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，是人生的一件美事，可以用来自我提升或改善生活。但如果当作炫耀的资本，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你越是高调炫耀，越容易得意忘形，也更容易出错。曾经有多幸运，之后就会有多狼狈。不如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我提升上，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富足，对金钱有更深刻的认识，才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。当你越成熟，就会越明白金钱只是一种工具，而不是生活的结局。当你有了这样的认识，才会真正让金钱帮助自己实现更多的愿望，让自己变得自信满满。9. 炫耀儿女有出息。作家刘墉曾言，人人都有爱炫耀的倾向，而当你开始炫耀时，也正悄悄暴露了自己的弱点。那些爱炫耀的人，其实并非真心想要分享幸福，而是通过无休止的炫耀，企图证明自己比他人更出众、更高一等，却未曾察觉自己内心的匮乏，反而凸显了自己的无知。有时你会发现，有些女性不炫耀自己，却爱以孩子作为炫耀的资本。无论孩子取得了一点小成就，还是大进步，都成了他们炫耀的理由。父母疼爱孩子，这是人之常情，特别是看到孩子有所进步，内心自然会涌现出欣慰与喜悦，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，辛苦也没有白费。这些情感都可以理解，但若是将孩子的进步当作炫耀的借口，那只能说明自己内心自卑，同时也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隐患。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当你开始以外人的赞扬和羡慕作为炫耀的方向时，无形中你就会把培养孩子的过程变成一种讨好别人的方式，慢慢忽略了孩子多元化的成长路径。哪怕有些东西并不适合孩子，但只要看到别人家孩子学了，你也会跟风，生怕落后，总想着在这方面超越别人，
却从不考虑是否真正适合孩子。孩子的成长，并非以取得多少成绩为标准，而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。如果你总是拿出息、优秀去炫耀孩子，这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，因为他会认为，一旦自己无法超越别人，就是一个失败者。从来没有人告诉他，人生路上的失败是一种常态。如果总是用成功来要求自己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因为对自己要求过高，长大后一旦遇到生活挫折，就可能一蹶不振。真的没必要拿孩子的出息与否去炫耀。你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炫耀欲，这不仅是为了端正自己的心态，更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。所有的优越感都不是源于容貌、身材、知识、家族背景、财富积累、地位高低、成就大小或是权力范围，它仅仅源自于见识的匮乏和悲悯心的缺失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活得越通透，就会越明白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各不相同，从不存在什么标准答案，快乐也并非只有一条路径可走。要知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炫耀其实是最浅显的行为。别总去炫耀自己拥有多少金钱，一旦你的思维被炫耀的念头占据，那你很可能已经沦为爱慕虚荣之人，这往往是因为内心自卑在作怪。炫耀的越多，越容易让自己深陷物质的泥潭，无法自拔。当你越是喜欢高调炫耀，就越容易得意忘形，也会更容易犯错。曾经有多么幸运，日后就可能有多么狼狈。也别去炫耀你的孩子多有出息，当你把别人的赞扬和羡慕当作炫耀的资本时，就会在无形中把孩子的培养变成一种取悦他人的手段，进而忽视了孩子多元化的发展。如果处处炫耀孩子的出息和优秀，也会给他带来沉重的压力，因为他会觉得一旦自己无法超越别人，就是一个失败者。当你的内心越是富足，活得越是清醒，就越不会把炫耀当作生活的主题，而是习惯于保持低调和谦逊。毕竟，生活是你自己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希望你能克制住内心的炫耀欲望，做到不卑不亢，不骄不躁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安静美好，充实丰富。想要遇见那些层次高的女性，你得先清楚自己处在哪个层次，然后努力提升自己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让自己不断变得更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也会遇到更加出色的人。世上的每个人就像是树上的叶子，所处的高度不同，所见的风景也就大不相同。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、待人接物，就能看出他的秉性和层次。层次高的人，总能让人自然而然地心生欣赏和敬佩，而层次低的人，只会让人感到厌恶，忍不住想要远离。层次低的女人，总是想在别人面前刷存在感，喜欢炫耀，享受别人羡慕的目光。只要有机会，她就会展示自己，不考虑场合，也不在意他人的心情。在和人相处交流时，她很少耐心倾听，常常打断别人的话语，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。
他不在乎别人在说什么，而是不断把话题往自己身上引，炫耀自己幸福的家庭，疼爱她的丈夫，孝顺的儿女等等。要么就是展示自己新买的最新款背包，收到的礼物，或者是身边异性对她的殷勤追求。层次低的女性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过得有多好，想通过炫耀的方式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，供人仰视。而越是喜欢炫耀，越容易败坏好感，显得自己没水平、没底气。和层次低的人相处，就像走在泥地上，会让自己满身脏污。而结交高层次的人，会让你不再局限于眼前，用更开阔的胸襟、更坦荡的心境去面对生活，面对人生。要懂得择友，多和层次高的人来往，提升自己做人做事的水平，去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